成想，他委不委屈？咱仨那时候弄案子，你说要往左，他说要往右。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呢？我想你也有可能犯错呀。我最大错就认识你了。当时看起来，咱俩是对的，就是当时看。现在呢？现在对的人躺这里了。你就是想说是我把老乔送到这儿的，是吧？送的话，是咱俩送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经过同志们长期的侦查布控，我们迎来了最后的决战，抓捕行动即将开始，务必做到将以天龙集团和新世界垃圾处理厂为窝点的涉黑分子一网打尽。希望同志们全力以赴，不辱使命。是。哎，你们谁呀？警察！组长，各组已就位，岗亭已控制，大门口监控已关闭。一组、二组从正面进入，3组负责封锁所有进出口。收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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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嫌疑人具有一定危险性，可能持有武器，大家注意安全。哎哥，大门口信号咋没了呢？老贾，你看一下大门口那个监控咋回事？没画面了。大雷哥，线路出现了问题，正维修呢。拿溜了啊，别讲那儿动。侦查班，请配合我们工作。
把所有的监控拷贝带回专案组调查。别动！处长不动！别动！老贾，咋回事？你监控咋回事？老贾，看一眼。有警察哥！啊？咱们干了！不知道，出！他们俩了！不管了，快走走走，赶紧！有警察来了！救命啊！救命！警察同志，他们从这个门冲出来！叫救护车，解救2名人质。发现可疑人员向垃圾回收区域逃离。收到，2组立刻支援。无人机监测回收区全部出入口，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汇报。警察，别动！站住！坐下！不动！别跑！别动！坐！站住！小来！站！站！别动！别动！站住！站住！不动！好，起来，跟上。坚持一下，阿茶，咱得救了，政府来救咱了。哎，东明，你弟弟在隔壁已经全撂了，你还打算扛着吗？不信是吧？这你弟弟招的。你们俩受熊磊指使，杀害雷广发并焚尸，绑架拘禁周彪，暴力殴打邵小燕，并威胁他人作伪证，还有杀害乔振兴，并抛尸永清河。不管你配不配合，交不交代，这些材料够判你了。你以为熊磊救得了你吗？他跑了，他迟早也会被我们公安机关缉拿归案。没有人逃得了法律的制裁。你现在交代，还算你主动配合认罪。你要是为了这个熊磊还死扛，我就没什么跟你说的了。你考虑考虑。你等会那个，我问一下，如果我交代的话，算立功吗？为什么杀害乔振兴？你刚才提到，熊磊，其实他本名叫王大有。10几年前，他就在万海的矿上开枪杀过人。当年办他这个案子的检察官就是乔振兴。后来他在监狱蹲了有1年多，就弄了个保外就医，就出来了。从那以后，他就搞了一个假身份，摇身一变，变成了熊磊。本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直到几个月前，兄弟去程子健的律师事务所，刚好碰见了来办万海案的乔振兴。哎，等一下，不好意思，怎么了？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您是？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乔主任，怎么了？没什么，我总觉得这位先生有点面熟。是吗？有缘啊！这是我一客户，熊总。哦，你好。你好。熊雷也认出他就是当年办枪击案的检察官乔振兴。这个人不能留啊！万一真要是认出来的话，这就是个祸害。他说，就得把他办了。在万海案开庭当天，我们以万海案知情者的名义，说手里有关于万海案的新证据，约他单独到中兴路的金海歌厅见面。哎，老黄，你先方便吧。喂，老黄，你在忙吗？老黄，我们看到他在打电话，以为他可能是察觉到了什么，我们就扑了上去。乔主任，走一趟吧。乔主任，还记得我吗？我是王大勇啊。乔主任，今天啊，请你来呢，想让你帮个忙，给我录个视频。什么视频？你看一下啊，嫂子，你女儿，好像正在逛街啊。干嘛？哟，巧了呀，你女儿正在给你打电话呢。你要是录了这个视频，你媳妇跟孩子就能回家了。要是不录这个视频的话，你媳妇和孩子就回不了家了。我叫乔振兴，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今天是万海案开庭的第一天，我也活不下去了，因为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你又认出我是王大有了，妖怪就怪你命不好。我们接到了一个举报，举报乔振兴在去年的年中收受了巨额的贿赂。开发区分局的人从老乔家里搜出了现金。他这么做是在保护你们，小梅，你就认命吧。乔振兴呢是一个人驾车到了林业局水库，然后喝完了这1整瓶白酒。在死者的肺泡脏器中检测出了高浓度的硅藻，可以推断是溺水死亡。杨主任，王主任，又麻烦你了。哎，你好，洪亮组长。你好，你好，洪组长。哎，王主任，安排好了，里面请。有一台手机是报备过的，这台。曾夏季，我交了啊。洪组长，咱俩真的是有渊源呐。江旭东副主席是我的老领导哦，是江副主席把我调到这儿来工作的。哎呦，哎呦，幸会，幸会，幸会。久仰，久仰。我叫洪亮啊，我的同事。今天呢，是我来问你，配合配合我。我配合你啥呀？说13年前，你们这个万昌矿有个131案，对吧？死了2人，在财务室。那当时定性呢是抢劫杀人，但是呢，最近我重新梳理了一下这个案子，发现人家这个目的呢还不是抢劫，人家就是要杀人。要杀谁呢？你。说这个幕后呢是当时啊，你们万昌矿隔壁还有一个大成矿，于天成、陈胜龙指使王大有去现场行凶。那王大有呢，本来是主犯，结果判成了从犯，保外就医，说他死了。其实这个人活着，一直逍遥法外到今天。你拿了大成矿1分钱没花，说这13年里头，对这个事儿再也没抻过茬，对吗？我说的。13年前的这个枪击案跟我现在判刑有啥关系啊？不是你干啥的呀？我说了，我的同事。我是他们单位第11检察部的，是管职务犯罪的。啊，我整明白了。你是想揪出背后的保护伞，是不是？奉劝你一句，你啥实力呀？王海，监狱特批，你可以和你儿子视频通话。你找着他了？子妍，你咋看着又老了呢？愁眉苦脸的干啥？哎，你看看，你说的对，我命大，眼睛没瞎。
我最近躲在哪？咱家的矿洞里，感觉特好。知道为啥吗？从小到大，你一要走啊，我就往矿洞里跑，那里乌漆嘛黑的，啥也看不着。但我从来不怕，因为我知道，我躲到哪，你都会把我找到，揍我一顿。从小到大，你都是我的底气。我想你了，我在外面等着你，咱爷俩团聚。所以这回你听我一次吧，咱爷俩跟他们干到底。那个，既然组织找着你了，你就听领导话，挂了吧，我这边跟领导还有事儿呢。现在可以配合了吧？配合啥呀？行，既然你都查到这一步了，那我就跟你唠唠，当年都发生了啥。当时这枪击案呢，确实是奔着我来的。雨天成为了拿我那矿想整死我，可是他没想到我跳窗户跑了。这后边的一出一出的，那是我万万都没想到的呀。一个刑侦队长，一个检察官。于总，混得挺全面呐，咋的？二位是想包庇你啊？我连他俩都一起告。不是，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上道呢？哎，孙子，哎，关总，你到底是求财呢，还是求恨呢？你心里可得想明白。我就一句话，这事儿没完。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收手吧，江源，去国外。你也走。我这么大产业都在国内，怎么收手啊？这个时候你让我到国外去，我干嘛去？你这宝贝儿子在我这儿，这3年造了我3个亿呀。他想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他想圈哪块地我就给他圈。现在怎么了？一出事儿，你们想先跑了？行啊，把3个亿给我放这儿。老宇，你跟谁说话呢？我跟你个小兔崽子！老子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知道吗？把钱给我，你给我，我马上消失，否则的话，谁也走不了。于天成，你以为现在还是10几年前呢？打打招呼，打一通电话，事情就解决了。你不走，死路一条。要死也是大家一块儿死，不是我在这放狠话。谁不想活呀？跑，往哪儿跑啊？要怪你就怪你这宝贝儿子吧，这仇是他起的，是他死活要弄这个矿。那是你说那矿本来就是你的呀。问问你爹，这矿到底是谁的？你问他。江副主席，当年你说给望海那矿，童孽就是在那个矿里被发现的。江书记，没忘吧？当年你这一言九鼎，把这矿给了别人了。我得感谢你呀，宝贝儿子，是你帮着我把这矿弄回来了。老东西，
你不地道，你坑我！陈岩，坐下。好吧，于天成，既然江岩已经帮你做了这么多了，你要是真想谢谢他的话，就让他走吧。老书记啊，哎呀，我们现在这可是都在一条船上啊！啊，这船咵一沉，我们就全玩完了。怎么办？这个时候啊，也就只有你来保住我们大家的命了。我告诉你，我要走，你拦不住。我看谁敢走，走得了吗？来呀，走！你给我记住了，我永远不可能跟你在一条船上。江旭东，你在说什么呢？江旭东，你在说什么？老师，您说。别生气，老师。江副主席，走不走？在不在一条船上？听听。我知道你们两家有一些误会，矿山之间有争斗，这个常见。可是你们闹到了持枪杀人，这个事情性质恶劣，必须要依法严肃处理。考虑到你们两家都是市里的支柱企业，政府也要保护企业的发展，冤家宜解不宜结嘛。我今天来的目的啊，就是争取把这个结给解了。李总，你的大成矿业无偿转让给万总，还有你离开东平，另谋发展。万总，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再追究。我的时间有限啊，有什么想法说。杨书记，你可是真够狠的，就这样把我赶出东平了吗？你可以不接受啊，但是你要搞清楚啊，这件事情只有我能帮你，否则你就是杀人犯。监狱和离开东平，你选吧。我可以接受，但是你必须再帮我一个忙。别得寸进尺啊！开江那人叫王大有，我把他当儿子，你必须帮我把他捞出来。于天成，这个事儿我不可能帮你办，啊！你想让我犯罪啊？来，书记，那什么，老谢，你先陪书记走。什么名字？王大有是吧？我帮你办。好啊，于天成，我给你平事儿，你给我挖坑，很好。江副主席，这事儿吧，其实和老师还真没啥关系，这是我无意间录下来的，真没想到还能帮上老师啊！这无意中的录音还有不少。江远，车祸的录音想听。哎，王人，你说。大家在一起做生意，是吗？遇到点困难，这都很正常的。只要齐心协力，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你等我，你等我。
亮他们现在正在监狱个万海131枪击案的事儿，万海快撂了。江副主席给洪亮打电话。后来又来了个大领导。哎，抱歉，打断一下，洪部长，你手机没改震动吧？一直在响。然后那个门口的警卫啊，怕有什么着急的事儿，让我过去处理一下。我过去一看，是江旭东副主席的电话，你给他回一个。我待会再说。说你家里有急事儿，明天出来，我跟你说就2句话。是这样，老领导的电话吧，我就用我的手机啊打过去了。然后老领导说是家里孩子要打疫苗，找不到接种证了，他着急的不行。对，原先是放女主任，我儿子找着了哈。你看到了？之前你答应过我要保护好他。我会的。哎，继续。洪组长，今天我特别感激2位能来。你说这事儿过去10多年了，你们还能惦记着，这说明你们真的是想帮我翻案。哎，那个万海，咱不用说这些没有用的哈，咱就把过去之事咱就给我唠了，好不好？我是这么琢磨的。你说这事儿它毕竟过去10多年了，这里边的人呐、事儿啊，它牵扯的太多了，我不敢胡咧咧呀，我得把它捋清楚了。我想着以书面的形式再递交给2位，哎，看行不行？你这个时间大概想几天？最快得1、2天，我文化程度有限，我尽量。这样啊，万海，那希望呢，就用1、2天的时间，仔细的回忆一下13年前发生这个事情，你都写到这个说明里面。一旦完成，请你第一时间报告给刚才这个驻检检察官，我们马上过来找你，好吗？哎，回去就行。好。呀，王主任，留步。啊，感谢，应该的。好，感谢。这两天咱俩回来，带着我跟领导汇报。汇报什么131和万海案并案的事啊。万海的书面材料还没有出呢。你这偷着没少漏东西啊？放心吧，谁也跑不了。往下走，你是不是走上面去了？我一直往下，再往下进湖里了。往右看，右，那是左，往右看，左右不分的。
你挺闲的呀。可不，反正不忙。孩子去姥姥家去了，媳妇在你们那儿呢。单位的事儿也不用我管。你自己呢？等着呢。约这儿啥意思？之前不一直忙吗？也没时间来，你也没来过啊。你说来看看老乔，怕他出来打我，把你拽过来，劝你架呗。打死你多好！你在家闲着没事，天天在家胡思乱想。我一这算啊，你自打穿上简服这20多年，一共我办过多少案子？算好几天没算明白。但是万海案，不管过多少年，都忘不了。这案子把老乔送这儿来了，把我媳妇送你们那儿去了。我以前总觉得穿上这简服啊，有不一样的认知。那哪是一身衣服啊？我觉得那穿上就是骄傲，是荣誉。现在我不这么想，这身衣服呀，不容易穿。穿上意味着责任，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事儿就大了，是要死人的。但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呢？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浑身轻松，甚至还有点解脱。直说，想说啥？来，快点来。就是想说字面意思。到底想说啥？就想说人哪有不犯错的，谁都不例外。当然，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吴亮，你也有可能犯错呀。我最大错就认识你了，你还认识江远呢。几个意思？江远在跟宇天成合作，宇天成是陈胜龙的老大，你们应该调查出来了。听谁说？王玉临死前跟我说。谁姓孙？你拿个死人当垫背，啥意思？他真是临死前跟我说的，就是因为死无对证，我才没跟祖上说。告诉你了，自己慢慢查去。行啊，那我给你表个态啊。如果真有最大的事儿，我跟组织汇报，该咋查咋查，该咋样咋样。哎，我也没啥意思，我这不就是在家闲的，憋了一肚子话，这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再见着你，跟你唠叨唠叨。死人哪说话去了？这也憋了一肚子话了。常常想，他委不委屈？我不是说这次他死了，我说那时候他得多委屈。哪时候啊？10来年了。咱仨那时候弄案，你说要往左，他说要往右，挺不愉快。不是你呢？我不敢得罪你俩呀，我站中间，结果你们非逼我发表意见，我站你这边了。当时看起来，咱俩是对的，就是当时看。现在呢？
现在对的人躺这里了。你就是想说是我把老乔送到这儿来，是吧？送的话，是咱俩送的。江远那事儿，你确定王玉跟你说的？要不然我就跟组织上说了。这一起案件被通宵，我已经向严书记做了汇报，把131案件和万海案做并案处理。这2起案件当中，它相通的地方、相连接的地方，一定要挖深、挖透。你们想想看，于天成、陈胜荣这2个人啊，到底干了多少坏事？他们怎么能干成？其实你们心里面也清楚，一定是有保护伞，替他说话、办事儿，改变了案情的性质，甚至于放人，胆子太大了。洪亮同志，你是11部的骨干，这个案件不管查到什么人，不管查到什么程度，必须一查到底。明白？咱们现在是非常时期，可以并行险道，但是一定要把握好法律的分寸。明白？对了，洪亮，你是不是有一个个人的情况需要汇报的？你说。对，哎，你不用那么紧张，你坐下说。没有，我还站着比较方便。好，那你说吧。就是关于131这个案子，因为他10几年前了，我那时候确实年轻，能力有限，所以我确实就洪亮，你确定你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要说出来？我不但想好了，我其实我那时候是已经。我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一套情况说明文字的，我就在这屋。我那天我刚想说掏出来给领导呈的时候呢，结果亚平主任就冲进来了，一下把我这个节奏给打乱了。我没有成为一个坦荡的人，其实都是因为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就责怪亚平同志？可不敢，我确实没有准备好，一下子语言就失去了组织能力。对，你的语言组织能力好像是没有了，但是你的文字组织能力还在，应该就是这种东西，你看对吗？我无意间录下来的，真没想到还能帮上老师啊！这无意中的录音还有不少啊。那个小龙，您放心，他不敢害您的。可他手里呀，握着我们的命门呐，那东西会要我命的。
你确定？你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要说出来？我不但想好了，我其实我那时候是已经。我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一套情况说明文字的，我就在这屋。我那天我刚想说掏出来给领导呈的时候呢，结果亚平主任就冲进来了，一下把我这个节奏给打乱了。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就责怪亚平同志？可不敢，我确实没有准备好，一下子语言就失去了组织能力。对，你的语言组织能力好像是没有了，但是你的文字组织能力还在，应该就是这种东西。您看对了。洪亮，这件事情你应该感谢亚平同志，如果不是他，你的问题不简单啊。洪亮，不要有心理负担，相信组织啊。这个东西放在我这儿，你先回去把这个案子办好，行吗？那我还有一个事情，我要汇报。我这也挺忙的，你确定你想好要说？我确定没有想好，但是我也觉得我好像必须得汇报。你请说。李仁俊跟我说的，他说是王玉死之前跟他说的。王玉说，我小舅子江远跟于天成有生意上的合作。我之前告诉过你，要相信司法。我叫洪亮，是管职务犯罪的。是江旭东副主席的电话，你给他回一个。我们这次来，是为了复查万海黑社会刑事组织案，深挖隐藏在背后的政法系统保护伞。申诉啊，是有代价的，除了好时好利，一旦失败，减刑会有很大的变数。咱爷俩跟他们干到底。王海，走，取药。是。真的要感谢你，就是我们那个131那个事儿，你不是跟张建汇报吗？怪我打你小报告。真是没有。我想说的是真诚的、赤诚的感谢，因为如果你要不跟他说的话，我就陷于被动。正因为张姐提前了解这情况，所以我今天还能站在这儿跟你一块儿去调查。所以说我呀，就是对亚平组长这个敬仰，真是滔滔江水，还必须得吃。哎，老马，马上到，马上出。万海突发心脏病，死了。啊？根据海东省委政法委指示，对于万海死亡事件的调查权移交给519专案组，务必查清、查实、从快。现决定马上开展对万海死亡的相关场所进行封锁、勘验，以及对相关工作人员的询问工作。万海身体一直没有大的问题，有些基础病，但还算稳定。昨天得知儿子万朝被救下之后，情绪有些波动。对了，他跟管教申请了纸笔，说是要写一份情况说明。我们在监视中找到了这种材料，只有一个开头，没有有效信息。当晚是我在值班，听到万海同监室的犯人求救，我第一时间赶到。万海当时捂着胸口，看上去特别痛苦，我就直接把他送到了医务室。初步诊断他是急性冠心病发作，我们给他注射了硝酸甘油，扩张他的冠状动脉血管。但凌晨6点钟的时候，病情突然恶化，我
我们马上又采取了各种方式进行抢救，最后抢救无效。万海收监之后一直在接受长期治疗，我按照药方给他定期开药，一直都没出现过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进过药房？没有，监狱规定了，都是到了时间，我把药物亲自递交给病人手上的。宋丹，在房的。组长，护士撂了，是他换了万海的药，直接造成了万海的死亡。哎呀，没办法，终于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啊！这样，你先过去，等办稳妥了，大友再过去。老师，对不起。我没干好，顶多保重身体，我会回来的。小龙，你手里那录音。您放心，录音搁我这儿不会出问题。还是放我这儿吧，路上不安全。老师，这东西还是搁我自己手里。我比较踏实。怎么了？连老师都信不过了？这是我保命的东西啊！您信我？儿大不中留啊！老师，那个小龙您放心，他不敢害您的。可他手里呀，握着我们的命门呐，那东西会要我命的。大友，保他的命，还是保我的命？你自己选吧。老师，那什么，小荣他应该是一时糊涂，我劝劝他，我去把他那个。你是他好兄弟，你去送他最后一程，啊，老师啊。感谢你们，
给我一次跟组织交心的机会。如果今天你没有叫我过来，我也会主动的跟你们聊聊的。扪心自问，我在做新厅厅长期间，我没有犯过原则性的问题。我对党、对组织是忠诚的，对法律更是忠诚的。我自问，在法律的天平上，我秉公执法，但可能犯过一些小小纪律性的问题，违背了做人的原则，但至少没有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但我今天，我想重点跟组织谈一谈谢鸿飞的问题。如果你们已经开始调查了，就当我今天的话没说。谢鸿飞罔顾刑法，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对万海提起公诉，并提出了不当的量刑建议。当然，在这过程当中，我也有失误，对谢鸿飞移交的起诉书审查不足，我被他带偏了方向，最终做出了错误的裁判。我事后才知道，谢鸿飞徇私枉法，故意为之，都是我的错误。我坦白。咱俩人都苦孩子，也没个家，多亏了老师收留了咱，给了咱一个家。有了家嘛，啥也不怕的，是吧？可惜，家散了。小荣，你说你为啥露那个阴？为啥？从小被人欺负怕了，养成习惯了。啊！哎，听哥，把那东西给我。他让你来的。我敢保证，他不敢伤害咱。你先走，你把地方安顿好，随后我就去找你，咱俩远走高飞，再也不回来了，行吗？你手里的那东西，它就是个雷，你给我干啥？干啥呀？我保命啊！你说你咋就那么不信他呢？他信我吗？他信过任何人吗？那咋没有啊？那他要不信，那咱俩能有今天吗？哟，哥呀，你啥脑子呀？哥，最近经常在想。咱俩要是没遇见老师的话，咱俩现在是啥样？背着个杀钱，吃不起肉，喝不起好酒，但至少不用过现在这种混蛋的日子。从来不会对我干过的任何的事情后悔，真的。后悔没用。你刚才问我，你说我为啥留这东西？我因为它让我感到安全。看看，
看看这东西到时候能不能救咱俩的命。哎呀哥，你说的对。你说咱俩出去能干啥呀？话说不通，我菜吃不惯，我连他妈上个厕所咱俩都不知道去哪儿。所以啊，哥你想想，没准这东西就会成为以后咱俩那个饭票。你还说我，你还怨我，我想没这种你别让我再见着你！你快滚！我是真下不了手啊！
那个，郑主任，能再等我会儿吗？等多长时间？20分钟吧。我妈呢，每天这个时候习惯眯一会儿，估计再有20分钟就能醒了。行。炒这么多菜呢？还有2个菜没炒呢。那就炒了吧。哎，今天我妈过生日，谢谢，谢谢。条件有限，我尽力了。谢谢。算了，不等了，走吧。今天我这个态度，可以算是我投案自首吧。我想立功。郑主任，洪亮，我想立功。行啊，回去给你机会。说句老实话，这么多年了，心里头憋了好多事儿，我也想都说出来。你们放心啊，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毫无保留。我也期待着能够立了功，给我老娘过80大寿。其实有些事儿，我可能只能跟你一个人说，真跟你们回去了，我就没法说。还是，郑主任，我能跟洪亮单独聊2句吧？组织纪律，有什么事儿回去聊吧。走，没啥，我妈不是身体不好吗？洪亮是东平人，他人头熟，我想让他帮帮我，照顾一下我妈。不差这一会儿，回去聊吧。走了，老谢，洪亮，老谢，给老子个面子，只想跟你一个人说。那要不然就聊一会儿，自己不能咬我。这是纪律。咱11部其实还是多少有点灵活机动，不像他们那个。还是得那个注意政策。我再说一遍，这是纪律。你们先上车。注意纪律，赶紧上车。啊。那个洪亮，我其实想跟你说呢，我妈身体不好，每个月得定期拿药，所以拜托你帮帮她。哦，对了，江旭东是你老岳父吧？几个意思？
替我给老领导问个好。其实啊，你们找我，问我什么我都知道，不就是要个真相吗？哎呀，我呀，都已经告诉你。我刚从医院回来，他爱人情绪挺激动的。我跟他说，像老谢这种情况，单位不会不管，请他放心。谢鸿飞的母亲呢？他爱人的意思是，老太太年纪大了，身体也不是很好，暂时先瞒着。洪亮呢？洪亮在。洪亮。对不起，张姐，我办错事了。只要接触到当事人，就一定要格外的小心，不能有丝毫的马虎。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这话我说过没有啊？万海、王玉都死了，孙飞又不开口，谢鸿飞的归案对案件办理至关重要。现在线索都断了，你的行为给当事人、给工作、给单位带来多大的损失？党组刚才开了个碰头会，决定免去你专案组副组长的职务。赶紧回来接受调查处理。你现在就向曹越同志交接一下工作。张姐，怎么处分我都认，只不过就现在专案组这个工作正到了一个紧张的时候，你看我有没有必要暂时先留下来帮助工作？关于这个事情，我形成一个书面材料，先暂时汇报给单位。这不是做样子走过程，这是最高检关于司法责任追究条例的规定。不守规矩的苦你还没吃够啊？明白。叫曹越接电话。是。喂，张姐。他之前跟你说了什么？叫曹越交接一下工作。说谢鸿飞。明天我回海州。哦，我知道了。到了海州，先回家看看吧。如果有任何情况，你可以随时跟我打电话。江旭东是你老岳父吗？替我给老领导问个好。你就说那孙飞吧，他怎么上来的，你还不清楚吗？
老领导把我一路提拔到今天的这个位置，多不容易。老领导是我的恩人，都是应该的。江旭东副主席是我的老领导。那陈胜龙他就一地地道道黑社会。江远在跟于建成合作，于建成是他的老板。13年前，万海收购了大成矿业，他的矿才有了现在这个规模。最蹊跷的是，1分钱都没花。于天成为了拿我那矿想整死我，他们又约我见了一面，那阵仗可大了，不仅有孙飞，还有谢鸿飞，后来又来了个大领导，是江旭东副主席的电话，你给他回一个。只要事实基本清楚，证据足够充分，那该诉的就要诉，该判的就要判。喂，你在哪儿呢？在家呢。旭东同志、小远儿都在吗？都在呢。好，等我回去啊，一定等我回去。怎么了？你不是在专案组吗？有什么事儿，我可以先跟他们说。啊，没事，马上回去了，在路上啊。咱现在不光有洗煤厂，咱家现在有矿。以后啊，这整个的这个洗煤厂，全都交给你来管理。江旭东啊，领我这个情，我让他一辈子在我手里都有把柄，跪在我这儿。老师，死人了，是要坐牢的。我不替他儿子去坐牢，他爸能帮我吗？等我再出来，咱就不是今天这样，明白吗？是不是我们干完死以后，你就一脚把我给踢开了？是不是在你心里面，我一直就是一个吸煤的呀？我忙前忙后，我忙了3年，我给你忙的吗？矿不能碰，第一个不能碰。这矿拿不走。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龙志在书房。徐老师，你不是在专案组吗？找我什么事啊？想回来问您，就是点小远的事儿。小远，他跟于天成是啥关系？您知道吗？我想再问个问题吗？这东平啊，13年前有个案子，叫131枪击案，您知道吗？姐夫，你问这些干嘛？就是事情有点紧急，我希望你呢能够，你跟我唠唠，你跟我说说这个，你都知道啥？就比方说于天成，你们俩合作多长时间？3年多，怎么了？王海安跟你有关系吗？什么王海安？没有。你能好好回答问题吗？什么意思啊？你怀疑你审我呢？你怀疑我什么呀？我肯定有些问题要问你，是有我的原因的。我希望你能好好的跟我说，我问清楚了，我就知道该怎么帮你。我好知道我下一步怎么办。就是我这么问他是为了帮他，因为我是检察官，我知道怎么做才能对你好。我希望你能跟我实实在在的把事儿都讲清楚，行吗？你要不然你就跟我上专案组去说去了。你别吓我！我跟宇天成做的正经生意，怎么做生意犯法呀？明确告诉你，宇天成、陈胜涉黑。要不然就，你跟我现在上专案组去。如果跟你有关系，咱就算自首，能宽大；如果跟你没关系，你就正好把自己摘开了。你听没？凭什么跟你去专案组？疯了吗？你到底是家里人还是外面人？怎么着？你现在回来就是为了抓我是吗？啊！你是检察官，你抓我行？你抓我，你有证吗？证？什么拘捕证、逮捕证？我不管你什么证，你有吗？你来，你拿过来，我看看。江源，出去。不，我凭。放开我！我俩，你看看，当初你要是听我的，早点去了北京，是不是就不会面对这么麻烦的局面？所以，您知道小远有多少事儿是吗？小远有没有事儿，让专案组去查吗？我们都是家里人，你还要去检举揭发呀？不是，这我干了法律20来年，现在我知情不报，你让我就过不去了。你说的对，但是你也要想想小米。想想豆豆，这儿也是你的家，你过去了，他们怎么办？徐同志，咱能不能，您跟我说说小远到底有多少事儿？以我几十年对政法系统的了解，他要是跟你去了专案组，恐怕就回不来了。
去北京什么时候回来？我过2天就回来呀。那妈妈啥时候回来？洪亮，这检察官咱不干了行吗？啊，咱们一家3口离开这。但是你也要想想小米，想想豆豆，这儿也是你的家。当初你要是听我的，早早去了北京，是不是就不会面对这么麻烦的局面啊？我干了法律20来年，现在我知情不报，我不去了。今天你要是出了这个家门，就回不来了。加油！还有一个问题，您得告诉我，131这个案子跟您有没有关系呢？我当时担任政法委书记，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我做的都是职责范围内的事情。那你知不知道说，后来他们用从犯顶了主犯，这个主犯出来之后，杀了好多人。行了，都是宇天成、陈胜龙做的，爸他不知道。好，那你要都知道的话，你就跟我走，你说说清楚行不行？我要说得清楚，我在这给你掰扯什么？不说清楚的话，等你想明白的时候，啥都来不及了。我告诉你什么呢？宇天成马上就走了，那个陈胜龙他早就不知道死哪儿去了。姐夫，你就到此为止，你把你这身衣服脱了，我们还是一家人。洪亮，小远说的对，这是一个家的问题。这是一个他要不要珍惜最后的机会的问题。反正我不能跟你走，我跟你走，老领导也得跟你走，全家都得跟你走。你知道于天成那王八蛋做了什么事儿吗？他就是你住嘴！洪亮，
我跟你说说，于天成当年为了围猎爸，都做过些什么？妈，我出来了，我看见撞死人了，怎么办啊？你个混账东西！你哪来的车？谁让你开的？啊！喂，我于天成，你儿子把人撞死了，醉酒、无照，江书记，这至少也应该是7年吧。我们现在在平南大道，你赶紧过来接儿子吧。于天成啊，没想到你动了这么多脑筋，最后动到江远头上了。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江书记，你就不想想你儿子的后果啊？你们过来就全都明白了。姐，身上还有伤吗？没有。洪亮，我求你了，这检察官咱不干了行吗？你想想多少，咱们一家3口离开这儿，好吗？姐夫，这事儿只要你不说，你们专案组就把这个案子结到陈胜荣身上就行了。这些事反正也都是他做的呀。洪亮，你想清楚了。今天你要是出了这个家门，就回不来了。爸爸，你去北京什么时候回来？我过2天就回来呀。那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她得放假。我已经开始想你们了。你要实在绷不住的话，你来北京啊，咱们小两口关起门来，你怎么哭都行。姐夫，祝贺你即将开启人生新篇章。我知道你穿检察官制服习惯了，所以挑了一件颜色、款式都特别相近的。专委到海州了
啊，对对对，马上出发，一会儿见。喂，洪亮吗？哪位？我陈荣。你怎么有我电话？我查你电话很容易。我不跟你废话了。我告诉你，你不是想要证据吗？我从15年前的车祸起，到现在的王海案，所有的证据都在我手里，我可以都交给你，但我有条件。你要怎么样呢？你先说，你能不能救我一命？你先说你在哪儿？洪亮，我手里的录音是你唯一的证据，你送我出去，我给你证据，你答不答应？好啊，我答应。好，我一会儿把位置发给你，40分钟之内你必须到。还有，你必须保密，必须一个人来。行。这个地方我非常熟，行来的路只有一条。如果我看到你跟别人一块来，你就见不到我了，你也拿不到证据，明白吗？明白。
我们接收到了车辆信号，请问您那边是否遭受碰撞？您好，请问您的状态如何？是否需要我们给您的位置派去救援？喂，亚平楼长，你帮忙派人去到你家村保护妈妈。怎么了？我要去帮江远涉黑，将于东举报我在四天演出支付犯罪。我现在不跟你解释，你听听我刚才说的话。有充足的证据吗？证据我现在去拿，现在能不能让宋组长来吃？喂，洪亮，洪亮。喂，张姐，洪亮有危险。什么情况？他说他去找证据，我来不及跟你解释，能不能派公安的同志去保护一下洪亮，还有他的父母？宋局。哎，宋组长。宋局。张姐，宋局在这儿。宋组长，我是张放。张姐，我在。请公安的同志们配合一下，一定要保护好洪亮及其父母的人身安全。我立刻安排。另外，再派一组人去省委家属院，盯住江月和焦旭东。好。打了哥啊！快走，快！
把车藏起来，你也躲起来。陈山龙，陈山龙，李总，你的大成矿业无偿转让给万总。 还有，你离开东平，另谋发展。万总，洪亮，我的手机里面，到此为止。从车祸案、不再追究，枪击案到万海案，录音我都有。有什么想法？你能不能送我出去？陈总，你要去哪儿啊？你只要安全给我送出去，到了机场，过了安检就行。行，你展示一段我听听。 你再大点声，听见没？我听呢。喂，我是于天成。旭爵，我跟你长话短说，你赶紧派人来，我给您发位置。这样啊，你要不下来？那我上。你别动！你真有意思，你怎么那么激动呢？咱俩当面聊清楚，聊明白了。你想上哪儿，我送你。我跟你说了没有？你怎么叫人来了你？ 你别杀他！我在跟他谈生意呢。我们都听见了，你能信他？把录音交给他，咱们全得死。哥，你。
啥事儿没有？我刚才报警了，你甭管我，赶紧找石正龙去。三个。松手！放开我！
秦风，秦风，秦风，秦风！是我，静儿。啊！哎，说什么？啊！说什么？你说什么？你到底在说什么？秦风，我觉着我欠你一句道歉，想跟你说句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再给你一次机会。秦风。萌芽藏进土壤，阴暗着窗，窥不见光。何时探出希望？迷雾不再隐藏，时刻静谧生长，直到无从遮挡。做一朵野火里烧不尽春风来追，有生冷冬里盛开的花，会经历挣脱，要真相不再沉默中掉落。做一朵狂风也遮不完凌云中开不败的冷冻花，写成节之光，让乌云尽散。烧不尽春风来追，有生冷冬里盛开的花，会经历挣脱，要真相不再沉默中掉落。做一朵狂风也遮不完凌云中开不败的冷冻花，写成节之光，让乌云尽散。于天成，你被捕了。让步执行。我们是519专案组。江远，你涉嫌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跟我们走一趟。
家里女儿都安排好了吧？送我爸妈那儿。我媳妇儿也请了几天假，都在我爸妈那儿住着。洪亮，在519案件的侦办过程当中，你起到了一个骨干的作用，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组织上对你的表现是满意的，但是，在131枪击案、谢鸿飞坠亡案当中，你也犯了一些错误。尤其是当你察觉到江旭东和江远有可能涉案的情况下，并没有第一时间向组织上汇报，所以这个情况你得向专案组说明，后续组织也会对此核查，希望你积极配合，相信组织。好。想问一下，我还能穿那身潜伏吗？洪亮，你自己还愿意穿吗？如果你现在就穿上这身潜伏，我觉得你还挺帅的。我要走穿这条命，去看雪兰花。我要踏破这双鞋，光脚披风沙。我要白日见云霞，夜里举火把。我要朗朗乾坤下，世事有王法。苦雨江头风波，做人一生坎坷多。兄弟，我心头上有件事儿啊，那不见孟婆不得过。自古黑白分颜色，别扯放下就成佛。好人都未必能有好报，那坏人凭啥先让人？为一口气，为一个理。老子走到底。我要出了门的人，在晚夜归家。我要天上落的雨，又回到天上。我要吃着一口饭，守着一夜黄。人间所有道都在青天下。人草怕霜，霜怕日，恶人还需将人磨。我是你杀生得来的报啊，也是你重生的因果。为一口气，为一个
笑。我要找个近的人，兜里有烟巴，要让那归过心的鬼，目中有王法。